30岁杨紫现身航站楼，校服减龄，衬衫背心尽显活力本色。童星出道的杨紫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30岁。我需要低声说，时间过得很快。许多人看着她长大，杨紫越来越可爱了，也越来越有时尚品味了。每次出场穿的衣服都特别的华丽和时尚。她长得清新甜美，穿新衣真是合情合理。不，这是新航站楼的外观，我们应该调查一下。看到杨紫破译一身校园风穿搭，真有种校园小姐姐的感觉。谁能接受她已经30岁了，分明就是个18岁的小姑娘。胸前内搭白色衬衫，外搭深色缝线背心，典范的高反差混搭，直率精致又不失清新减龄。编织背心点缀红色图案，一点也不重复。将白衬衫的领口翻到缝制背心之外，提升精致感。这两个看似基本的东西在协调时非常新奇和热情。此外，杨紫还扎了一个高高的猪尾巴，发型同样满满的质感，尽显少年气息。白衬衫衬得她皮肤白皙有光泽，清新甜美的气质也倍增。下半身搭配深色自由随性牛仔裤，舒适又能调节腿部状态。深色牛仔裤与上衣的深色背心相映成趣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肤色浅的年轻女士在典型的黑暗中大搜索。杨紫闲庭信步在航站楼准备出差，不管怎么说，戴了个罩子也挡不住她的活力，一如既往的正经冻龄小姐姐。学院风搭配新减龄气质，杨紫是身边的甜美小姐姐。在选择了正确的风格之后，她可以为自己的外表和举止增添焦点。此外，穿衣搭配也不必特别纠结，往往越是简单的造型，越能彰显一个人的好身材和好脾气。杨紫的设计品味在提升，穿搭也越来越美了。当我出门时，温度异常低，直接穿衬衫加背心恐怕没法忍受寒冷，于是杨紫穿上了一件厚厚的羽绒服。一看就知道是个憨厚的大小姐，不会为了曲线美的身材穿一些不好看的衣服。当然，出席场合，我也会小心翼翼地打扮自己，穿漂亮的衣服，但私底下我会穿得合宜，随机而变。她热情地欢迎粉丝，是个亲切的女明星，很像身边的弟弟妹妹，完全可以和蔼可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杨紫的性格越来越好，穿衣搭配也越来越出众。总而言之，这次航站楼的校风你怎么看？02肖战凌晨又上报纸了，央视网络给肖战打满分，变身爆款。近日，肖战凌晨现身包头晚报，本刊发布了大量关于肖战的内容，分享了肖战的榜样舞台、朗诵等，对肖战的评价毋庸置疑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央视同样在网络上给肖战打了满分，并表示肖战的新剧《梦里的海洋》将会大火。说实话，这样的评估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陈述。据了解，凌晨时分，包头晚报着重推荐肖战，借机分享肖战讨论的灯塔经理的话语：走进大家，不要忽视自己，与自己对话。当他们忙于生活时更多，问问自己你做得怎么样，你需要做什么，你是否可以继续前进，等等。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思考，带有永恒不变的味道。话又说回来，央视在网络上给肖战主演的新剧《梦里的海洋》打了满分，评价转为爆款。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好剧，它的火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看到粉丝们的反应，在送肖战的同时，大家也开始反思，包括他自己和肖战，有什么理由喜欢肖战呢？漂亮的外表还是非凡的能力？完美的人格还是自身惊人的品质？淡定地说着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就应该像其他人一样，而不是简单的支持。站在观众面前，你应该从肖战那里得到一些东西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。所以，肖战值得期待。相信大家，尤其是会从肖战身上的优秀品质和处事风范中受益，理性、投入、真诚、温暖、向上等等，为大家带来更多踏实的能量。事实上，粉丝们已经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下去。肖战粉丝变花花公子，《甄嬛传》被骗 ，YSL 1005难免中招。
自从 YSL 护肤支持因品牌错误和后续活动而让购买者失望以来，已经整整2天了。我总觉得肖战的顶级能量传递能力会受到尊重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次小心需要先从一些开始。去年7月，肖战报道了 YSL 皮肤健康管理项目的代表。前后，品牌方为肖战粉丝安排了一场荣誉 YSL 1005字样，彰显了肖战粉丝的个性。然而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鉴于中国品牌的持续广告，这次购物者完全被骗了。了解肖战的人都知道，1005年是肖战的生日。然而 ，YSL 是一个陌生的品牌，中央指挥部应该如何去调查代表的生日？从那时起，一系列双重交易开始了。YSL 喜欢肖战的冲击力，肖战如愿以偿，官宣后没2天卖出2亿，交易数不胜数，真是一座财富山。对于肖战没有标注交易委托合同的情况，其中的空间可想而知。对于附近的区长来说，品牌其实更应该带来现金，自身的优势更为显着。看到一个看起来那么好的明星，每就会得到回报，然后利用类似的噱头进一步开发交易，说服你继续购买，这样当你报道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你的表现和你自己的钱。这基本上是一个隐含的规则。中央指挥部在哪里？站在听商业图表的角度来看，展览扩大了多少，而不是关注哪个代表取得了成就。全球合伙组织那么多，怎么可能管得那么严？这就是逃避条款发生的方式。YSL 1005系列数字被深刻的宣传，火眼彩妆包售价1005元，直播于10:05分开始。高级卡点1005在微博上发布了全线声明。曾经关注1005的人还能考虑肖战粉丝的业务量吗？这招够狡猾的。曾经被铭记为一种荣誉的事情，目前被所有人认为是一种日常实践。当品牌方要求肖战粉丝注意 YSL 1005而不是其他时，网络是否已经准备好？所谓的特殊待遇，目前看来只是个笑话。历程通常是可以识别的。《甄嬛传》里有一个片段，头上给华三娘换了一种叫欢异香的味道，其中一种，她只是被允许在皇家住所中使用它。多年以后，我明白了，在这种热情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不能再考虑了。这只是统治者为年羹尧的高成就和年事做准备的一种方式。旧策略以新方式使用，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优势。这几天看到很多人试图把这个品牌的重大失误发到粉丝圈，继续讨论前辈的愿望。肖战拿了李宇春的资料。2022年统计本土游艺师的扶持量，肖战位列前10。2021年国产游艺人阵容支持，肖战代表全部10强，全部25强，55强中的50强。榜单上默默无闻的人是怎么过的？高定位会拿低定位吗？无厘头洗白。试问，一个卖得不好、不对外往中央指挥部正式申报的工匠，谁会想要？想要一个拥有30多个辅助但只有4个辅助的工匠吗？这很疯狂。1005这个数字谁都可以用，但是明明白白倒是公然侮辱别人韭菜，这是何等非凡的毅力！截至小新公开表态，网上还没有关于李宇春代言的报道。购买者通过烧钱来成为神圣的存在。品牌低估的双重交易应该解决比较成本。饭圈确实不应该是应急广告的灵丹妙药。通过换关系取信息，用精选言论捂嘴，减少热追，扩大退货麻烦等一系列工作，我们可以看到品牌的真实风范。这场辩论以品牌开始，以品牌结束。品牌要为自己的虚假陈述负责，而购物者要为自己的特权负责。错误的行为方式应该被纠正，错误的行为应该被纠正，整改本身就是成本。